巴菲特说过，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在睡觉时也能获得收入的方法，你将一直工作到死。当你在出租屋啃面包时，突然眼前弹出系统界面。恭喜您绑定神豪系统，从现在开始，您每消费1笔就能获得10倍返利，但是24小时后，您所有账户余额将清零。祝您消费愉快。你一个机灵坐起来，赶紧掏出手机看钱包余额。这个月刚发完工资，交完房租还剩2000块，你手指一点，先给自己充了2000块话费。检测到消费2000元，10倍返利，2万元已到账。你疯狂揉眼睛，系统真的有效。你突然想起上周刷到的直播，赚钱不一定要提供劳动，积攒你的被动收入，躺着就能把钱赚了。你瞬间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那就是要在24小时内把2万变成能自动生钱的印钞机。此时的2万块钱本金还太少，不足以做任何投资，必须先把起始资金刷起来，而你的余额24小时后将会清零，不能做去直播间刷礼物这种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的买卖。什么东西能变现呢？现在是晚上11点，出门逛街，所有店都关着。这时，你的余光飘过你的电脑。对啊，你想到游戏币是可以转卖给其他玩家的，还能大额充值。你连忙打开游戏，眼都不眨的把刚到手的2万块全充了进去。您的银行卡到账20万元。钱到账了，但你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你的账户就会被清零。你不想回到过去那种苦哈哈的日子，你一边手指冒汗的继续往游戏里猛冲，一边疯狂思考着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您的银行卡到账200万元。您的银行卡到账200万元。看着账户余额突破200万，你掏出手机，直接给死党瘦猴转了200万过去，电话立马就炸过来了。喂，我去磊哥，你丫上银行去了？别废话，赶紧来我家，这200万是预付你24小时的工钱，给我打工。我的个义父在上，24小时200万，义父您等着，我飞过去，5分钟，就5分钟。您的银行卡到账2000万元。瘦猴像阵风一样刮到了你家，你俩立刻开干。现在是大半夜，4S 店和售楼处都关门了，你指挥瘦猴让他去网上狂搜那些挂出来的二手房，挨个私聊，加上一个算一个，先转定金锁死，约好明天一早就去签合同付尾款。而你则打开了橙色购物软件，你算得精，那些全新带包装的奢侈品，回头至少能5折回洗。你兴冲冲点进奢侈品小程序，疯狂加购，把店里所有的包包全扫进购物车，结账155万。您的银行卡到账1550万元，当前余额3395万元。钱来的还是太慢，你又杀进和顿手表的官方店，虽然这表除了专柜就跌价，但架不住它贵啊。你从最贵的开始，管它什么款，只要库存显示1就直接下单，又是近1个小时的疯狂点击，3200万眨眼就没了。此时你的余额已经飙到了32195万。另一边，瘦猴也战果斐然，谈妥了整整16套房子，你正准备转账，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。你不会16套房子都谈的 A 城的吧？对呀，不买 A 城的，买哪儿的？你没给你的脑细胞发工资吗 ？A 城限购啊，限购懂不懂？我哪知道啊，我一辈子连个马桶都买不起，限购跟我有半毛钱关系？得，是我傻了。先睡觉吧，明天再战。第二天早上，你把瘦猴摇醒，你让他滚去隔壁不限购的 H 市买房，至于你自己则是另有打算。你试了试买比特币和股票，被系统判定不算消费，把钱退了回来。看来金融类产品都是行不通的，必须得研究实业。现在手里3亿2千万，今天的目标是花钱。清晨的顶级律所刚开门，前台还没来得及微笑，就被一股你强势气场直接压得紧生。你径直走进大堂，目光扫过墙上一整排资深律师的照片，淡淡开口：今天你们所里所有职业律师，我全包1天。现场瞬间安静，律师事务所的所长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他刚想开口拒绝你，你已经给出数字，平静的像在说一顿早餐。每人日薪20万，从现在到晚上11点，全程听我调度，钱我现在就转。一屋子顶尖律师全都愣住，随即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，20万1天，哪怕是他们这种级别也足够疯狂。律师事务所所长被这个数字砸得有点结巴。先生，我们所目前空闲在职律师共75人，总计1500万，您真的只需要雇他们1天？今天我会选10个人，接下来的1年之内都随时听我调度，年薪1000万，钱也是现在就转。所长被惊到了，虽然他们这边的顶级律师年薪都不低，接的活多的话也能做到年薪500万，但是1000万，相信所有律师都愿意接下这个活。你果断的跟所长签过合同后，将钱付出，随后你不再废话，而是直接下达指令：3个人去彩票中心，世界杯所有场次胜平负，每一个结果都买500万，全部梭哈。另外2个人去买所有类型的彩票，所有号码组合全部打满，剩下所有人等待我的命令，准备帮我审查合同。命令落下，整间律所瞬间进入战时状态。而这时，一位身着高定套裙的女律师从人群中款步走出，她栗色卷发垂落肩头，眉眼如画，指尖轻轻搭上你的袖口。先生，我是苏珊，或许
您需要更私密的法务咨询。他轻身时，香水味裹着暗示钻进鼻腔。你猛地抽回手臂，力道大的让他踉跄半步。你是负责世界杯彩票购买的啊？苏珊明显被你这突兀的话题转移，说的一愣。啊，是的，但是。苏珊明显还不死心，她想攀上你这个大树。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3年的初级律师，她明白自己的业务能力并不如其他人。3年迟迟未晋升的她，在这个顶级律所里即将被末位淘汰。这里意味着什么？她太清楚了。她只能另辟蹊径，趁着自己还年轻，为自己找好后路。更何况你这条后路又帅气又多金。于是他又把自己的波涛汹涌往你面前拱了拱。那你为什么还在这站着？你的声音脆冰般砸在地上，打碎了苏珊所有的希望。她强撑着微笑，正欲转身离开，你开口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苏珊的心彻底坠入谷底。如果你将这件事告诉律所的主管，自己的职业生涯怕是要提前结束了。她只能强撑着告诉你她的名字。苏珊。你听到了名字后，果断的转身离开。我去，这身材，这脸蛋儿，太正了。苏珊好啊！等24小时倒计时一结束，我找他们律所领导要来他的联系方式，约出来吃个饭。嘿嘿。而苏珊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，她还在因为自己没能成功搭上你这艘大船而黯然神伤，而你则是打车赶往下一个地点。你现在需要找一个高消费的地方，把起始资金刷起来。你下车后，一座冷峻黑灰、尽显奢华与速度感的建筑矗立在你眼前。你走进了这个以前连在外面看看都没什么勇气的超跑大牛旗舰店。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心里不需步子就稳。你淡定地站在一辆车前打量。女销售走过来，脸上带着职业微笑，但眼神扫过你身上的优衣库、卫衣、牛仔裤，还有那双穿了3年的亚瑟士，笑容的弧度肉眼可见地收了收。先生看车吗？本店在售 Reverie 与 Harry 全系超跑，您对哪款感兴趣？有现车吗？现车的话，这台展车整车落地850万。你脑子里飞快算账，850万花完那就是8500万。你确实需要买辆车代步，正好下一步的投资计划，本金也够了，一箭双雕。等等，你突然想到 ，A 市油车限购政策严格，你现在连摇号都没有参与，压根没法上牌落地，不如去隔壁多买几台那个能横着开的电车啊。女销售看你半天不说话，不耐烦的礼貌提醒道。先生，您的预算是多少？我这边可以给您推荐合适的。你猛然回过神来，略显尴尬，摸了摸鼻子，气场瞬间弱下去。那什么，我就随便看看，今天不买。女销售语气瞬间冷了下来。先生，您不买的话，看车就是浪费时间。我们展厅每天客户很多的，您这身打扮，恕我直言，连定金都付不起吧？您是不是刷短视频刷多了，觉得来4S店拍个照发朋友圈就能假装订了台车？说完这话，他转身就走，连个眼神都不愿意给你了，而是自顾自的开始打电话。哎呀，王总呀，我们店最近出了个新款无畏，马上月底了，我还没开单呢。您这个老客户要不要支持一下吗？你懒得跟这种人多费口舌，正想转身离开，旁边走来一个美女，看气质像是领导。先生不好意思，他是新来的，不买也可以随便看。您对哪款感兴趣，我为您介绍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摇号，先不买了。没关系的，先生，这些琐事不用您操心。我们可以给您推荐带燃油指标的公司。而那个女销售挂完电话，看到你居然还赖在他们店，她快步走过来。陈经理，他没钱的，这些都是他的借口，您就不要跟他这种人浪费时间了。小林，你忘记我早会的时候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了吗？可是你不想再浪费时间了，你决定速战速决，先把资金刷起来。于是你说道：如果你们能搞定上牌的话，你家车所有型号各来10台，全款现在刷卡。女经理眼神瞬间变了。先生，您确定吗？她在这干了7年，从销售爬到经理，头一回见这么豪爽的客户。就算是被店员激怒才下手的，能随手甩出2个亿不眨眼的人也没几个。她看你的眼神里多了点东西，长得帅还年轻，出手这么狠。之前追我的那些老板不是秃头就是大肚子，这人虽然穿的普通，但这气质这手笔，如果跟他谈恋爱，好像也不亏。小林，去给客人倒杯水。小林张了张嘴，还是转身走了。晨曦拿着购车合同过来，你看过后递出了你的银行卡，在 POS 机上刷了一下。检测到消费2亿元，10倍返利，20亿元已到账，当前账户余额31亿5695万元。陈经理觉得自己都这么漂亮了，你一定会主动要他的联系方式。结果他等了半天也没等来你的半分暗示，于是他决定自己主动出击。林先生，您一会儿有空吗？要不我们一起吃个午饭，我为您再仔仔细细的介绍咱们的车。你抬头看了一眼这位女经理，一张脸生得极为惊艳。你看着她眼波流转，唇角带笑的模样，那眼神里邀请的含义，哪怕是母胎单身20多年的你都看懂了。只要我点一下头，今晚就能和她共进晚餐。我太想了，可无形的倒计时还在跳，24小时的时限1分1秒都在流逝，每浪费1秒，都可能回到过去的屌丝日子。你硬生生把那点欲望压回心底，脸上只剩疏离，语气没有一丝波澜。不了，我没时间。晨曦感觉有点失望，点点头，没多问，收好合同，递过来一张名片。恭喜您成为兰博基尼车主，
方便加一下联系方式吗？后续我好跟您联系。你点了点头，毕竟后续还要提车。你加了经理的联系方式后，推门走出去，阳光刺眼。你站在门口看了眼手机，9点30分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扭头走进了旁边的国产电车店。展厅里摆着几台车，销售迎了上来。先生是看车吗？随便看看，还是有意向车型？你们店跑快车一般是哪款？快车？那肯定是这款。市面上跑快车的10台，有8台是这个。专车呢？专车的话，那必须是这款，空间大，坐着舒服。跑专车的老板都认这个。行，各来5000台。啊！销售站在原地，嘴张着半天没动。5000台？您是说各5000台？对，各5000台。先生，您稍等，我叫我经理。2分钟后，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小跑出来。先生您好，我是店长。您刚才说5000台？快车5000台，专车5000台，总共多少钱？总共1万台车，快车单价10万，专车单价21万，加起来16亿2150万。刷卡？现车没那么多，还要跟工厂排产。不是先生，您要干行啊，组织网约车军队啊。没什么大计划，就是单纯喜欢，想踏实买几台。你帮我盯着排产就行。你坐在展厅沙发上，等合同的时候掏出手机算了笔账。快车租金1天180，5000台车1个月收租2700万，专车租金1天280，5000台车1个月收租4200万，加起来1个月收租6900万。1年收租8亿2800万，对其他人来说车可能会租不出去，还会贬值，但是对你来说，成本跟零没有区别，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。赵店长拿着一份合同走过来，签完后赵店长接过卡，在 POS 机上刷了一下，你输密码。检测消费16亿2150万元，当前账户余额175亿。你站起来往门口走，阳光刺眼。你站在 4S 店门口，回头看了一下展厅里那些车，1万台车2周后就会变成全国街头跑来跑去的网约车，余额清零。你笑了笑，清零就清零吧。你在心里盘算还能买什么能稳赚不赔？你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：烂尾楼。打开手机搜了一圈 A 市的法拍信息，你眼睛亮了。喂，我要买3个烂尾楼，你们现在去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我发你们3个标的，今天下午都有拍卖，报名一下。3个？张总，你今天要把 A 市的烂尾楼全包圆了。你挂了电话，打车直奔 A 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下午2点，你坐在拍卖厅里，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带了2个实习生模样的年轻女生，气喘吁吁推门进来，手里攥着一沓报名材料。张总，我查清楚了，第一个高银金融117大厦，中国第一高烂尾楼，烂尾至今整整10年。最棘手的不是将楼拍下，而是背后的多方债务纠纷。相关部门在法拍前已经理清了金额和债务来源，总共496亿欠债，而将这栋楼拍下来，应该只需要不到100亿。问题不大，欠债今天全款补齐。对了，再帮忙找愿意承接的施工队，不走招标，争取今天付款。我之前的客户中有甲级资质的施工队，中字头的，他们做事您放心，绝对靠谱。我一会儿就让底下的律师联系他们。好。第2个楼是黄金置地大厦，地处金融核心区，寸土寸金。现在第4次处置，起拍价70亿，价格已经腰斩再腰斩。这个楼是什么问题呢？最初的开发商早已成了老赖，最大的债主是2家银行。这个楼已经停滞20年了。之前建好的相关配套也已经年久失修，无法使用了。主要还是后续建设的资金量需要的比较大，相关部门对这个楼也比较发愁。只听说有人在研究这个楼之后，立马就联系我了，说相关配套只要您出钱，他们肯定监督多方配合。你翻开第3份资料，中信湾。这个呢？这个规划的是顶级豪宅，除了背后的债务问题外，还有土地归属权问题。负责这个项目的律师小组给我汇报的是，预估500个亿之内能全部搞定。拍卖快开始了，准备全部盘下吧。保留价已定，开始竞价。117大厦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，起拍价86亿元，有没有人出到87亿？现场一片死寂，放眼望去，在座的各大集团没有一家表现出兴趣，仿佛这座楼谁碰谁亏，拍下来就是往火坑里跳。88号给到87亿，这楼也敢拍？疯了吧？那座楼的市值和债务几乎抵消了。这拍下来不是白忙活吗？嗨，没准人家有自己的渠道呢。那也不值这个说。辛达刚把那堆烂账打包甩出来，他倒好，全借回去了。87亿，最后一次，没有人加了吗？成交，恭喜88号的这位先生。拍卖锤落下的那一刻，现场已经炸开了锅。最高兴的是坐在前排左侧的那一排人，地方派来的处置组成员、主要债权人代表。以及几个被这座烂尾楼拖了整整10年的小供应商，他们几乎是同时从椅子上弹起来的，脸上的表情像是被判了死刑的人突然听到了特赦令。
卖出去了，终于卖出去了。中年男人被拖欠8000多万货款，是当年117大厦供应混凝土的供应商之一，为此卖掉3套房周转，妻子差点和他离婚。旁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部的女负责人冷静许多，但握手机的手微微发抖。她迅速给行长发去消息，117已拍出，150亿回款有望。发完长出一口气，像搬走了压了10年的石头。稍远处，一个中年男人靠在椅背上，表情复杂，释然欣喜，还有说不清的疲惫。旁边的人拍拍他肩膀，老张，这个包袱终于甩掉了。更远处，3个穿工装的施工方代表直接站起来击掌，其中一个嗓门没压住，我管他是谁，钱到账，我立马给工人发工资。10年了，10年了。周围的视线扫过来，有理解也有嫌弃他的失态，但他不在乎。然而在一片乐疯了的喧嚣中，另一群人却异常冷静。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投资人低声对合伙人说：“87亿拍下来容易，区间呢？后面的窟窿呢？”合伙人没说话，只是用手指缓慢转动着核桃。另一角，2个财经记者快速交流。女记者问：“这人谁啊？面生得很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”他名下没有任何地产开发公司的记录，可能根本不会盖楼。女记者愣住：“那是来炒地的，拍下来转手。这种烂尾楼，谁敢接盘？他不自己建完，这楼就还是烂的。区别只在于烂在谁手里。”而这一切你都仿若未闻。这时，会场前方屏幕上滚动的下一个标的——黄金置地大厦。起拍价70亿，与刚才117大厦拍卖时那令人窒息的冷场截然不同。这一次拍卖是话音刚落，前排右侧就有人举了牌。68号给到了71亿、72亿，有人加吗？你抬头看去，举牌的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脸上的表情平静的近乎麻木。68号那位叫林建章，在资料上，他是这栋楼最大债主银行的负责人。听说就因为这栋楼，总部把他的职位从行长撸了下来。这个银行总部估计已经被拖得没脾气了。派他来擦自己的屁股，找施工队把这楼建完。来自前排88号的72亿，谢谢您。话音刚落，那道来自前排右侧的目光便像利刃一样刺了过来。林建章转过头，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你，他的嘴唇微微张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的眼神里混杂着震惊、疑惑、不甘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。而你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目光，抬起头回复了他一个微笑，那个笑容很轻很淡，不是挑衅，不是炫耀。甚至带着一点歉意，像是说我知道你等了很久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请相信我一次。林建章愣住了，他的手指在号牌上摩挲了2下，指节从发白慢慢恢复了血色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来，然后他把号牌放在了腿上。拍卖师等了5秒，没有人再举牌。72亿，第一次；72亿，第二次，成交。锤声落下，林建章闭上了眼睛。20年了，这栋导致他被问责了20年的楼，今天终于拍出去了。虽然不是自己拍的。他甚至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，但他愿意赌一把。第3栋楼中信湾这个项目依旧是无人问津，你直接出价150亿成交。律师事务所所长浑身发抖，瘫在椅子上，脑子已经转不动了。人群瞬间炸开了锅。309亿，3栋烂尾楼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猜啊，肯定是哪个世家出来的公子。你们看那个气质，那个从容，普通有钱人能这样，还是尹氏家族的年轻一代也有可能啊。管他是谁，从今天起 ，A 市的天变了，我只有仰望的份。我的天啊！劲爆，太劲爆了！这必须是明天的头条啊！309亿，整整309亿，一个人横扫3栋烂尾楼。所有人都在议论，所有人都在猜测，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那个年轻人到底是谁？而答案没有人知道。张总，您到底带了多少钱来的？怎么好像您的钱像是花不完一样？这才哪到哪儿？走吧，去付钱。你依次将3栋楼的钱汇入法院账户后，系统应如约而至。检测消费309亿元，10倍返利3090亿元已到账，当前账户余额2956亿元。这3栋楼的债务总共1600亿，我已经打入指定账户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接下来我们去见施工队吧。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下午2点，倒计时还剩9小时。你站在工地大门旁，一排蓝白的板房门口挂的牌子，工程办公室。你没怎么犹豫，直接走了进去。张总，好久不见，我这边客户有3个项目，想问问您接不接？哎呦，多大的项目啊，还得劳所长您亲自过来。117大厦、黄金置地大厦，还有信月湾。你说什么？这位老板不会就是刚才轰动全城拍下所有烂尾楼的神秘人吧？对，今天能签合同吗？我公司账上没那么多。没关系的，我给你预付全款，不用你垫。500亿现在打你账上，你组织队伍明天就进场。500亿，500亿，那倒是用不了这么多钱。您不会是要在厕所镶钻吧？材料用最好的，多招点人。既然您这么大方，那我也不算成本了，咱们直接签合同吧。签了合同后，你打开手机银行，手指点了几下，
检测消费500亿元，10倍返利5000亿元已到账。花500亿。张总，你说这些楼以后真能租出去？这3个项目建好后，117大厦每月租金大概3.5亿，置地大厦近3亿，新月湾我要打造成高端单身公寓，让租户不用出门，食宿健娱都享受顶配服务，租金5.5亿左右，加一起每个月稳稳12亿进账。说实话，干了20年工程，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老板。3个烂尾楼，同一天收购，同一天付款，同一天开工，你这是要改写 A 市城建史啊！你笑了笑没说话。这时律师事务所所长的手机急促震动，听完汇报后，他快步走到你身边，语气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恭敬。先生，全都办妥了。世界杯场次、胜平负各500万，全程刮刮乐全部清空，各类彩票号码全打满。他们已经把所有收款码发到群里了，就等您付款了。总计消费37亿5千万。好，我把钱转给你们，你让财务挨个扫码吧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倒计时还剩8小时。张总，烂尾楼的事谈完了，我还有个更大的项目。您说，我要在沙丘国建一个全球最大的 AI 数据中心集群，上面盖绿色生态系统，施工方还是你们国建。沙丘国？那得跟那边的人谈啊。所以我需要你帮我联系国家，我要捐5000亿。5000亿给国家？对，条件是让国家出面帮我联系沙丘王室，我要买一块地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老领导，我这边有个急事。对，现在就要，您别问为什么，来一趟就行。相关部门领导周副主任带着2个人赶到，板房内一瞬间变得有点拥挤。我听说您要捐赠5000亿，您的条件是什么？国家出面帮我联系沙特王室，我要买在 NEOM 新城2000平方公里的一块地，建 AI 数据中心，施工方是国建。国建可以，但您得先证明资金。你掏出手机，打开自己的银行卡余额，展示给周副主任。好，我现在就向上面汇报。他走到角落打电话，2分钟后回来，表情变了。上面同意了，沙丘国那边我们已经派人在联系了，现在可以办捐赠手续。你点头。周副主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推到桌上。这是捐赠意向书，您看一下。你快速扫了一遍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拿起笔。你打开手机，银行输入金额5000亿，手指按下确认。检测消费5000亿元，10倍返利5万亿元已到账，当前账户余额52456亿元。你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，看向周副主任。现在可以帮我联系沙丘国了吗？周副主任猛地回神，语气比刚才恭敬了10倍。林先生放心，10分钟内最高规格视频会议开通。10分钟后，屏幕亮起，沙丘 NEOM 新城主席、王室资产负责人与基建高级顾问和王室法律顾问全员出镜，清一色白袍，表情统一傲慢审视，像在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。NEOM 主席开口就是冷嘲：林先生，你要出资建 AI 新城，你知道 NEOM 为什么烂尾吗？因为全球资本都在画饼，你一个人拿什么跟主权基金比？王室顾问跟着冷笑：哼，听说你要2000平方公里的地，你知道租这块地80年要多少钱吗？要5000亿。你怕是连启动资金都不够吧？你没有解释，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，你只是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银行，余额5万亿元。沙丘那边所有人脸色微变，王室资产管理局负责人很快稳住情绪，语气更加尖锐：切，临时拆借的吧？过桥资金装门面，24小时就得还，这种把戏我们见多了。你依然没有争辩，你只是打开手机银行输入沙丘国家银行临时监管账户，金额5000亿元。然后你抬起头，语气平淡：5000亿全款已经付过去了，现在可以认真谈了吗？整个视频会议室死寂了2秒 ，AI 技术顾问强撑着开口：就算你现在有钱，项目要建10年，你能保证10年不断供？油价一跌，全球一波动，你跑不跑？你看着他，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你第3次打开手机银行，这一次收款方便了。沙丘那样土地管理局金额5万亿元，手指按下去。整个沙丘会议室，所有人猛地站了起来。你靠在椅背上，语气像在聊今天吃了什么。10倍的金额，我要买这块地的永久产权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跑不跑？没有人敢回答。王室法律顾问声音发颤：你把所有钱都花了，项目后续建设怎么办？你这是自寻死路。你微微一笑。你第4次打开手机银行，收款方国建集团有限公司，金额50万亿元，这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，甚至是沙丘国1年 GDP 的50倍。你手指按下去，淡定开口：50万亿人民币全款现金，我已经打到国建的账上。这笔钱完全足够在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从零开始建设一座世界级的包含尖端 AI 设施的超级城市。你觉得我像是会死的人吗？
沙丘那边有人开始发抖了，整个视频会议室死寂了整整5秒。哈姆丹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屏幕前，他的声音恭敬到发颤：“林先生，地块归您，永久产权，全国能源、电力、路网全部免费为您开放。沙丘愿意成为您在中东的唯一合作伙伴。”周副主任被震惊的跌坐在椅子上，而你则是淡淡开口：“合同现在签，1周后开工。”合同签完了，签字落笔那一刻，屏幕那头再次响起整齐的致敬礼。他们的表情已经不能用恭敬来形容了，那是信徒仰望神器时才有的神情。你没有多看。挂断视频后，活动板房里重新安静下来。周副主任还保持着刚才的动作，像一尊石像一样，眼神空洞地盯着你，大脑显然还没从刚才那场50万亿的碾压中恢复过来。你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晚上8点整，屏幕上那行只有你能看见的数字正在无声地跳动，500万亿，500兆。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念这个数字才准确。